有人说，3年学说话，一生学闭嘴。应该是30岁前学说话，30岁后学闭嘴。大家好，我是厚朴，有佛法就有办法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年轻时，我们急于表达，想要证明；年岁渐长，我们开始明白，真正的成熟不是能说会道，而是懂得何时沉默。人生越往后，越要学会逢人只说3分话，不可全抛1颗心。想要拥有平稳的能量场，必须懂得避趁避救，要明白言语背后藏着命运的力量。所有脱口而出的抱怨、妄自发表的评判、自身命运的消极预言，看似无关痛痒，无形中可能成为困住自己的谶语。言语有灵，一语成谶。以下10件事越少聊，人生越顺。不谈经济状况。老人常言，财不露白，富不露相，贵不独行。这句话看似老旧，却是穿越时间的真理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无论你手上有多少钱，都别轻易向外展示。钱不是用来炫耀的，更不是用来考验人心的。人性经不起试探。当你过于坦白自己的经济状况时，也许在别人心中种下的不是欣赏，而是嫉妒与算计。真正的聪明人，从不让别人看出自己有多富或多穷。他们懂得低调行事，守住自己的财气，也守住了生活的安宁。记住一句话，钱的秘密只属于知道节制的人。不聊八卦隐私。一个人越爱议论他人，越说明他对自己的人生无力。过度关注无关的人和事，投射出时间和注意力，能量同频共振，自身就有消耗。被讨厌的勇气一书中说得很透彻。只要不关注任何人的动态，不揣测任何人的想法，不去设想没发生的事，简单一点，钝一点，慢一点，你会发现你过得很自在。这句话提醒我们，不必参与无谓的谈资，不必沉溺他人的故事。那些天天热衷于窥探别人生活的人，往往活得最累，因为他们把时间都浪费在评判，而非成长上。日常聊天时，别总聊家长里短，远离窥探隐私的看客，避开是非之人，拒绝能量黑洞，守住言语结界。真正高能量的人，心思永远放在自我提升上，而不是他人的得失里。不要攀比炫耀，别晒幸福，别晒发达，也别晒成功。这不是教人压抑，而是一种通透的智慧。炫耀本质上是向外索取认同，而真正的幸福是向内安静生长。在社交媒体时代，我们太容易陷入虚荣的陷阱。有人用照片证明幸福，有人用数据证明能力，但所有刻意展示的东西都在悄悄流失能量。当你炫耀时，别人的反应未必是祝福。有的人暗自羡慕，有的人心生怨气，还有的人默默等你跌倒。成熟的人懂得，越好的东西越要藏得深。看破不说破。聪明是一种天赋，而看破不说破才是修养的顶级形态。凡事点到为止，为彼此保留体面。人生如棋，步步有局。有些事你看懂了，也要假装糊涂；有些人你识破了，也要保持微笑。叔本华说，人生像寒冬的刺猬，靠太近会被刺伤，离太远又会感到寒冷。人与人之间需要的正是这种有温度的距离感。当你不拆穿，不戳破，不揭短，其实是在成全自己的人品。知人不评人，知理不争理，知真相而不拆穿，看破不说破，学会适时沉默。有些话能不说就不说，有些事能不聊就不聊。不在别人心中修行自己，
不在自己心中强求别人。言有所戒，行有所止，凡事有度，不评判他人。言语是一把双刃剑，伤人一寸，也伤己一分。当你指责别人时，其实暴露的是自己的狭隘；当你评判别人时，也是在折射自己内在的不安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以为是在看别人，其实是在照镜子。一个总爱挑剔他人的人，往往心中有怨。语言节制的背后，是心性的平和。真正有智慧的人，宁可不说，也不妄言。他们懂得说的少一点，心就静一点；评得轻一点，福气就多一点。无论现实沟通还是微信聊天，都提醒自己换位考虑他人感受，克制自己的表达和行为，不妄言，不追问，不评价。说得多错得多，始终要保持谨言慎行，不吹毛求疵。凡是挑毛病的人，终会被生活反噬。欲望山庄里有句台词：柔软的舌头可以挑断一个人的筋骨。语言的伤害比暴力更深。有些人总喜欢用言语控制局面，用讽刺掩饰不安。他们不知道，每一句刻薄都在削弱自己的福气。如果你希望生活变好，请先让你的嘴巴变暖。一句赞美能点亮一个人，一句恶语能毁掉一段关系。能闭嘴是智慧，会说话是修行。不交浅言深。《后汉书》有云：交浅而言深者，愚也。这句话道尽了多少社交误区。人与人之间，信任需要时间去沉淀。你若过早袒露心底，就可能把刀递给别人。在这个复杂的世界，过度倾诉是危险的。你的痛苦，你的秘密，你的计划，一旦落入不合适的耳朵，就可能被利用。别把自己所有的软肋都摊开给别人看。有分寸的沉默，比赤裸的真诚更能保护你。真正懂你的人，不需要太多解释。不懂你的人，说再多也无济于事。不旧事重提，必旧才能破旧，破旧才能迎新。一个人若总沉浸在过去，就永远走不进新的生活。人生想要轻盈，就要学会放下。不提旧事，不翻旧账，不再与旧人纠缠。强者从不被过去牵制，他们明白纠缠是一种损耗，而放下是一种力量。过去的委屈，再多解释也无意义；旧时的错误，再多反思也无补。你能做的就是告别，然后重新出发。正如那句话所说：轻舟已过万重山，不再回头，才有未来。大多问题的症结，都是自己在画地为牢。人被突然打翻的牛奶而被困一生，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。不自揭底牌。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，过于坦白是一种风险。俗话说：先敬罗衣后敬人，先敬皮囊再敬魂。人情社会的本质，就是外在展示与内在修养的平衡。你过得太好，容易招人妒忌；你过得太差，又容易被轻视。所以，聪明的人都懂得留白，不全说，不全露，不全信。他们既不俯视他人，也不仰人鼻息，给别人留余地，也给自己留退路。真正的稳重，不在于你有多少话要说，而在于你懂得何时不说。不公开计划，事已密成，言已谢败。凡事还未成型，就到处宣扬，是最愚蠢的炫耀。一个真正稳的人，从不提前公布计划，因为他知道，说得太早会招妒忌，说得太多会泄能量。有人曾说，世界上80%的人不希望你成功，
所以别轻易让别人知道你在做什么。计划进行中，不必分享。目标未达成，不要高调。一旦成功，自然众人皆知。记住，坦白有时是陷阱，沉默才是保护。李叔同说，世界是个回音谷，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语言是内心的投影，你说什么就吸引什么，你传递什么就成为什么。从量子纠缠的角度来说，言语带着能量，会与外界产生呼应。所以，你的每一句话都在为未来播种。谨言慎行，不是懦弱，而是成熟；少言寡语，不是冷漠，而是智慧。愿你从今天起，少谈他人的是非，多修自己的心性；少聊无益的话题，多留温柔的余地。凡事留3分，言语有分寸，这样才会越走越稳，越活越顺。世人皆有困难，尽量说有益彼此的话，不执着于吉凶的表象，借风水的智慧化解生活的困顿。如果你也在寻找破局的力量，请订阅般若语，并分享给你的朋友。